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药老将萧炎闭关突破斗圣这2年发生的事一件件说给他听。今日天冥老妖和冥河盟大部分强者都死在萧炎手中，日后他们不足为虑。不过有仇不报会显得星陨阁太过软弱，所以药老打算亲自带人将冥河盟和他的附属宗派灭了。萧炎微微点头，以星陨阁的势力终究无法和魂族抗衡，或许他们也该学学天冥宗，组建一个真正的大联盟。彩铃微微皱眉，魂殿势力太强，除了星陨阁谁敢跟他们对着干？但正因为魂殿太过强势，萧炎他们才有机会。这些年魂殿为了收集灵魂干了不少人神共愤的事，其中损失了不少炼药师的丹塔，对他们简直是恨之入骨。药老说萧炎闭关这2年，玄空子那老家伙也突破到了初级半圣。萧炎突然想起之前玄空子说过丹塔3巨头曾和魂殿殿主交过手，在了解了魂殿后，萧炎对他的话抱有不小质疑。这事药老也知道，和他们交手的只是魂殿殿主附在一位魂殿强者身上的一道灵魂罢了，即便只是一道灵魂，丹塔3巨头也是惨败。药老忍住笑意，常人只知丹塔，却不知丹塔中还有一个小丹塔。进入小丹塔，第一种要求便是必须炼制出招来7色丹雷的8品丹药，同时灵魂也必须达到临近。小丹塔里面的人才是真正的丹塔核心，也是因为那些老妖怪的存在，魂殿才未曾对丹塔太过过分。药老曾经就在小丹塔里面待过，只是他实在不喜欢里面的气氛，就自己离开了。而萧炎所说的联盟的确有些可行，丹塔和魂殿之间的关系远比他们想象的恶劣。当年小丹塔发展到顶峰的时候，丹塔塔主收了一个金才绝艳的弟子，一次意外让他们发现那名弟子竟然是魂族派来的人。事情暴露后，塔主念在师徒情分放过了他，但却被那名丧尽天良的弟子暗中联合魂族强者出手暗杀。药老说到这里颇有些感同身受，当年因为这件事，丹塔和魂殿爆发过一场大战，但最后却损失惨重，不得不将仇恨按下。仇恨这种东西并不会随着时间散去，只会越来越浓厚，所以想和他们联盟对付魂殿并非不可能。药老决定等星陨阁的事情处理完，祝贺萧炎亲自去一趟丹塔。他毕竟在丹塔待过，有他出面，萧炎会轻松不少。除了丹塔之外，他们或许还能拉拢花宗和粉烟谷。花宗和粉烟谷在中州的声望极高，他们一起加入的话，必定可以带动不少受到魂殿迫害过的宗派加入。花宗还有2位多年不曾露面的太上长老，他们2人都是半圣的实力。药老笑着说，他们俩当年都欠他的人情，加上萧炎和云云的关系，要花宗加入联盟应该不难。对于花宗还隐藏着2位半圣，萧炎大为意外。药老当年交友广阔，对于各方宗派中隐藏的老怪如数家珍。他告诉萧炎，粉烟谷也没有他们看到的那般简单。要知道，粉烟谷的创始人曾经也是一位不下于萧家先祖的强悍存在。据药老所知，粉烟谷内也有一名高级半圣，甚至可能已经突破到斗圣的老祖。粉烟谷的那位脾气很是古怪，也已经不问世事好多年。不过他年轻时受过很重的伤，留下了后遗症。要是能够解决这个麻烦，以他的性子，要粉烟谷加入联盟也不难。萧炎双眼火热，联盟的事必须要在净莲妖火出世前完成。以净莲妖火的等级，魂族必定会出手，到时候光凭他一人明显抢不过，所以联盟的事必须尽快解决。萧炎以一己之力大战3大半圣，最终2死1伤，还惊动了魂族斗圣强者亲自出手。这般战绩让萧炎和星陨阁的名声再度大噪。3日后，来自星陨阁对冥河盟的报复正式展开。面对萧炎以及药老2名斗圣强者率领的星陨阁反攻，冥河盟连有效的反抗都未形成，便直接溃败。攻破冥河盟总部后，星陨阁的大部队分散攻向冥河盟中势力较强的宗派，比如冰河谷以及风雷阁这种势力颇大的宗派。这一次，萧炎和药老要拿他们杀鸡儆猴。萧炎带领的部队一路向北，中途连灭了好几个冥河盟的爪牙，最后直达风雷阁。
雷尊者被星陨阁长老打得鲜血直吐，他搬出天妖皇族威胁萧炎赶毁风雷阁，天妖皇族必定不会放过他。萧炎淡漠地看向雷尊者，当年他第一次来风雷山脉时，雷尊者是他眼中高不可攀，一只手就能捏死他的斗尊强者。现在双方的位置却已经完全调换，眼看雷尊者将3000雷动施展到极致，想要逃跑，萧炎手掌轻握，远处一道残影陡然凝固，雷尊者连惨叫声都未曾发出，便被生生地捏成一团肉酱。星陨阁的一位长老上前告诉萧炎，他让打听的韩家这些年经常被风雷阁打压，家族势力如今已经缩小了90%，日子过得有些凄惨。萧炎眼中闪过一抹歉意，韩家被打压多半是因为当初和他走得近的缘故，这些年他忙于修炼，倒是忘了自己给他们带来的麻烦。萧炎并非是知恩不报的人，当即就派了星陨阁的长老前去。天北城，韩家家主看向突然间出现的星陨阁3位长老，有些小心翼翼。他的两侧则是我们的老熟人韩月和韩雪。星陨阁的长老表明身份，说自己是奉少阁主之命前来，不知道韩家可有兴趣成为北域新一代的风雷阁，他们3人会竭力帮助韩家。韩雪娇躯一颤，看向星陨阁的长老，问他萧炎没有来吗？星陨阁的长老自然能看出韩雪对萧炎有些情谊，他从纳戒中取出萧炎嘱咐他送给韩月韩雪的玉瓶，感谢韩雪当年的救命之恩。韩月见韩雪一脸暗淡，却依旧带着一抹倔强，就知道她依旧不肯放弃萧炎。可惜那么耀眼的男人并不是他们这种女人能够降服的。星陨阁的报复足足持续了将近10天，这10天中起码有不下20个宗派灰灰烟灭。而在他们疯狂报复的这些日子里，魂殿却是相当平静，并没有派遣任何强者去给冥河盟援助。萧炎等人并没有因此而放松，而是在将部队收缩回来时，就向花宗和焚炎谷送出了2封信函，只要将他们2宗拉拢，一些小点的宗派自会蜂拥而至。花宗大殿，花宗的2位太上长老坐在首位，下方是云韵和宗内各大长老，他们正在商量星陨阁发来的联盟仪式。花宗的大长老有些迟疑，和魂殿作对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。云韵沉默片刻，便开口说，花宗的发展已经停滞多年，若是能够形成联盟，花宗的声望必将达到巅峰。太上长老调笑完云韵和萧炎的关系后，便看向身旁一直未曾说话的另一位太上长老，还是让大姐做决定吧。云韵小手悄然握紧，她知道萧炎如今的处境，也希望能够促成联盟，但她虽然是宗主，这种大事却必须要2位太上长老首肯才行。在众多目光注视下，那位太上长老只说了6个字：联盟对付魂殿。他旁边的另一位太上长老苦笑一声，当初为了药尘，大姐连师傅都敢顶撞，但药尘对于这些儿女情长根本就不在意。焚炎谷深处，火云老祖不耐烦地将星陨阁的卷轴丢在石桌上，见状，唐振和唐火儿只能无奈苦笑。火云老祖发了一通脾气后，突然问起萧炎年龄不大吧，如果长得还行，就让他娶唐火儿，焚炎谷就答应联盟的事。唐火儿恼羞成怒，让他再敢乱说话，小心以后没人给他送终。唐振无奈摇摇头，萧炎他们说了，如果答应联盟，他们能解决掉火云老祖体内的隐患。火云老祖问唐振，那要是不答应呢？萧炎说了，即便他们不答应，也会出手帮他驱逐体内的隐患。这句话让火云老祖对萧炎感官不错，随后答应了联盟的事。得知花宗和焚炎谷都答应联盟，萧炎等人都暗中松了口气。万事开头难，现在开了个好头，以后的事就好办不少。彩铃问什么时候和他们2宗碰头，商讨联盟的细节之事。药老缓缓摇头，这事不急，想要和魂殿抗衡，必须将丹塔拉进来，不然还是困难重重。而想要说服丹塔加入联盟，必须要他和萧炎亲自前去。药老和萧炎对视一眼，事不宜迟，他们今日便去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